历时400天，将一个荒芜的土坑打造成繁荣兴盛的池塘生态系统。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将扮演上帝，观察它的繁荣与兴衰。这是池塘建立的第一天，首先标记池塘的理想面积与位置，随后开始挖掘。在侧边预留一个垃圾桶的位置，这里将是安装过滤器的地方。面积确认无误后，继续修整边沿，铲除起伏不均的部分。接着清除杂物，并对底部土壤稍作压实，使用黑色土工布作为底层，以保护橡胶垫免受尖锐物体的破坏。随后在上面铺设一层橡胶垫。为了凸显出池塘的形状，可以选择用石头来将垫子压紧。当然，过滤器的地方不能遗忘，得用2块大石头把垃圾桶框起来。当所有的黑边都被遮住后，选用吸流石冲填缝隙。注水静置几天，测试池塘蓄水功能是否完好。半天后，一切保持良好状态。此时开始建造水坝。首先将橡胶垫卷起，利用之前挖掘的土壤增加高度，从而使池塘更为深邃。接着裁剪多余的胶垫，并进一步加固边缘。又2天过去，水体显得清澈透明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便能发现表面仍有沉淀物堆积，因此需将其排出。此外，附近刚好有个瀑布，可以将它引流到池塘内。先在池塘底部挖坑，用储备桶构建一个蓄水池，接着拿出垃圾桶，在两侧开孔，并插入波纹管，切割成每边约20厘米的小段。两侧水管均设有小孔，水将通过此孔进出桶内，实现过滤效果。接着进一步冲填岩石缝隙，防止水流通过时坍塌和掉渣。然后把垃圾桶放回坑内，先用较大的石头冲填空隙，调整位置，确保水平后再进一步稳固。此时再回到瀑布处，用橡胶垫引导水流，粘贴垫子的边角处，并用石头固定两端，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溪流渠道。冲填缝隙，确保水从指定的位置流动。除了石头，苔藓也能冲填缝隙，而且这样会更加自然。在储备桶顶部裁剪出缺口，保证水流能顺利流入，然后在背面钻出排水孔，并用波纹管与垃圾桶相连。再将一小节波纹管切成2半，置于桶底制造空隙，还有一个直立的部分用于清理。用石头将储备桶填满，石头不仅具有固定作用，还能帮助过滤。将水管掩埋起来，在垃圾桶上钻一个入口，并安装水泵，确保池塘的进出水量保持稳定。此时，池塘内部的水已基本被抽空，添加一些扁平的石头，置于底部为鱼类营造藏身之所。随后彻底的将所有东西都喷一遍，尽量确保残余污垢的排出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开始将天然溪流与人工溪流连接。看起来还不错。将水泵的电线隐藏起来，并在边缘处放置溪流石。随后再添加各种植物，使外观更自然化。垃圾桶也需要遮挡，避免被阳光长时间照射而变脆。此时池塘基本完成，剩下的便是细节的完善，比如在瀑布内种植水草，以软化岩石的边缘；池塘周边则重新铺上泥土，种植鲜花绿植，以获得更美丽的外观。接着用网状袋装一把火山石，洗净后置于储备盆中，为细菌提供更多的栖息表面积。最终，一个美丽的池塘便算是完成了。这里有山水，有绿植，有鲜花。接着再加入一些鱼苗，开启古法养鱼的第一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至于有多快，也就刚好400天而已。这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植物的疯狂生长。最值得注意的是水生薄荷，这是一种极好闻的植物，但它生长迅速，需要经常修剪。这些薄荷、菖蒲、节节草和其他水生植物构成了生态池塘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它们在水中形成一个庞大的根系网络，可以过滤杂质，这使得水质对鱼类及其他栖息生物更为适宜。根系亦营造了避难所和视觉障碍，对幼鱼的生长发育大有裨益。与之相同，水面上的叶片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。如今鱼儿都已长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刚放鱼的那段时间，苍鹭会经常前来捕食。当时水草尚未生长繁茂，使得池塘的能见度极高。幸亏当时用网将池塘围住，才避免了一场灾难。
那些鱼儿当时受到了惊吓，但如今它们生活得很惬意，它们长大了很多，甚至有些已开始繁殖。此外，在几个月前，像水竹和水螾这样的植物开始出现。这些植物虽然生长得并不茂盛，但也受到了像青蛙等外来生物的喜爱。它们可以在河岸植物生长处休息，并自信地观察周围环境。当然，也许它们在等待加餐，而眼前这些水敏便是它们的目标。水敏轻盈地滑行，捕食着水面上的微小昆虫，而这片片莲叶便是它们的水中庇护所。从茁壮成长的鱼类到既定的植物和新居民，显然这个水井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。然而，池塘之外亦有令人振奋之事发生，各式各样的昆虫开始涌现，而眼前的灌木丛上也有一种有趣的共生关系存在着。这是蚂蚁和蚜虫的协同合作，蚂蚁负责养殖并保护蚜虫，以换取它们含糖的排泄物及蜜露。作为回报，蚂蚁将保护蚜虫不被附近的瓢虫吃掉。而地上的那根树桩似乎已成为蚂蚁的高速公路。此外，树桩还滋生了真菌，这并非唯一发现真菌的地方，因为到处都有不同的蘑菇。在真菌下面便是数量众多的微生物，比如弹尾虫、鼠妇等，它们是分解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再说到瀑布，那里也有奇妙之事发生。看到那些苔藓了吗？它们已彻底吞噬了路径上的一切，疯狂地壮大起来。瀑布的上方便是池塘的最佳观景位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变成了像青蛙等生物的小绿洲。当然，它们目前可能没有更好的庇护所，因此要修剪部分植物，使更多的石头得以显露。同时，藻类有了失控的趋势，需要得以控制。第二天，水体仿佛变得更为清澈，接着再添加一些水生植物，当它们壮大后，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动物。植物除了生长，还留下了枯萎的叶子，它们掉落在池塘底部，极易影响到鱼儿的健康，因此需要将其打捞起来。而对于底部的小型残渣，则可借助水泵将其抽出。这次大约换了1/3的水，当然，池塘的水泵也需要清洗。当池塘重新装满水时，一只青蛙悄悄跳到了岸上。或许它是在暗示池塘的景观尚有不足之处，那么便再添置一些花卉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池塘的生态也将继续发生变化。那些新加入的植物将茁壮成长，它们的根系会越发繁茂，进一步提升了池塘的净化能力。而一些原本较为稀少的品种也会开始繁衍，为池塘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生机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池塘的生态系统在不断的调整和完善，它见证了生命的轮回和自然的伟力，成为了一个独特且美丽的存在。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将继续作为上帝，默默地观察这一切的发展与变化。